好，来关注一下现在俄乌的最新情况哦。乌克兰的首都可能要发生大规模的空袭吗？昨天其实第一时间我们也有插播这个消息哦。这个美国跟西班牙就赶紧关闭了在基辅这边的大使馆，因为说收到消息说基辅可能有这个大规模的空袭哦，主要就是因为有提供这个远程的这种飞弹给乌克兰来攻击俄罗斯哦，所以这个俄罗斯就散布消息说，要来大规模的空袭了。那所以呢，乌克兰后来就讲说，这是俄罗斯试图在网络上面传播虚假的讯息哦，就是这个有一点好像欺骗啦，又说要用大规模导弹跟无人机来袭击，制造恐慌哦。但的确呢，现在英国的暴风之影飞弹已经提供给乌克兰，乌克兰也已经把这个暴风之影飞弹发射到这个俄罗斯的境内了，也就是是不是对于俄罗斯来说的认定，就是英国已经算是一种参战了，因为你的这个暴风之影已经打到我的本土来了。那所以看起来这个战争不只是美国提供了这种远程飞弹，英国现在也是加入这个行列。拜登又再开了绿灯哦，现在要批准乌克兰的反步兵地雷。现在有非常多国际的舆论消息说，这个非常的难清理哦，可能会造成居民的一些后续的这种，如果不小心踩到地雷这样的一个人身安全哦，也会有一些人权的问题。但是现在看起来，拜登是不是杀红眼啦？拜登是不是打算要这个就是快卸任了，所以什么武器都给出去了？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是不是使得俄乌不断在升级？俄军也在突破了几个防线战线，就是库斯克这边的攻势在加大，而且红军城现在也是加强包围，所以乌军有一种岌岌可危的情况，好像现在目前防守濒临崩溃。你越是使用这个西方英国、美国提供的这种远程武器越是好像促使俄罗斯的这种攻势都不断在拉升当中，几个战场全面的拉升了这些空袭也好、包围也好，还有这些战火的力道。那再来看看。因为昨天普京有讲，他说现在已经调降了他们要用核威慑的一个门槛哦。等于是说，接下来只要你稍微一个不注意，可能就会踩到他们这样要动用核威慑的这样的一个准则。那五角大厦的回应是说，我们对于俄方的行为不感到惊讶哦，但是目前没有发现到说俄罗斯准备在乌克兰境内使用核武器的迹象，讲的是很云淡风轻啊。为什么呢？因为打来打去，这是美国人的心态嘛，打来打去终究是在乌克兰打，终究跟他美国本土无关，所以讲的是可以好像那是你家的事情。一般，那纽时在讲这其实不用怕啦，这只是俄罗斯的一个谈判筹码。美国早就已经习惯俄罗斯是这样子啦，这是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而已，可以这样子这个轻忽的看待吗？恐怕这个对于欧洲的一些国家来说，并不是这种感受哦。那现在传出来，俄军已在量产这个抗核避难所，连俄罗斯他自己本身是不是都在为着核战爆发做相关的准备呢？那克宫的发言人提到了，现在莫斯科、华盛顿的热线已经停用了因为现在的关系已经降到了冰点。但是乌克兰人倒是很希望赶快终结战争吧，因为接下来川普也要上任了，他们可能要面临到的就是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军援，但是这场战争还要继续下去吗？根据《经济学人》的这个调查显示出来，期待就是赶快谈判终结的乌克兰人比例现在已经是增加了1倍，比去年27%，现在是这个等于说增加了1倍之多了。那去年调查的时候63%说要打到底的这种状况下，现在已经降到38%。另外，波罗的海这边有一个新的消息出来，说海底的缆线遭到切断是不是又是要这种乌烟瘴气、乌贼战呢？这件事情就让大家想到那个北溪天然气管线，那时候美国不是一直讲说是俄罗斯干的，是谁干的，是谁干的，然后结果最后好像传出来是乌克兰人是为着自己的一些想法而做了这件事情。那是不是又要复刻这件事呢？
波罗的海2条海底缆线哦，这个先后中断，然后他们讲说，这个现在看起来哦，好像是中国大陆的船哦，然后船上还有俄罗斯人哦，所以现在怪着怪着要怪到是不是中俄在主导这件事情呢？要让这场战争哦转移一点焦点，或者是说要拉升这一个对立的态势，不能太快结束吗？那这对比一下，其实德国的媒体后来有讲，北溪天然气的管线后来调查发现，就是乌克兰自己主导哦，那只是为了要切断俄罗斯的经济经脉跟欧洲对俄罗斯的依赖，自己动的手，然后却是赖到俄罗斯。那这件事情现在又怪到中俄，会不会又是一个翻版呢？我们来问一下谢老师怎么看？其实这次这个俄乌战争突然升高这个唯一的原因就是美国拜登总统在他卸任之前不到2个月做了一个决定，说泽伦斯基，你要了那么久的，可以要我们给你的武器去打击俄罗斯本土的目标我给你绿灯。所以这个突然这个情势就转变。对，那俄罗斯那个他们在讲，我看今天 CNN 还讲俄罗斯一个这个负责国家安全的一个高官讲，他说这个是 radical 是什么？非常激进的把战争升级的一个做法。他 radical escalation 他讲得非常清楚。那可是呢，会不会造成这个核子大战？应该是还不会。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用的美国现在交给乌克兰使用的这种远程打击武器大概美军的就是所谓的陆军战术飞弹，它的最大射程300公里。那另外一方面，今天又传出来，昨天又传出来。英国给乌克兰的那个叫这个所谓风暴阴影这一型空对地飞弹又开始攻击那个俄罗斯本土的目标。这一型飞弹能打多远？250公里。所以它对俄罗斯重要的这些军事文化经济重镇造成的威胁并不大。那不过呢，现在看起来普丁的战略定力还蛮强的。然后呢，这个川普的战略定律也很强，因为川普很清楚，拜登玩这招就是针对他的，就是针对川普的。拜登就在想说，你要平息俄乌战争，你也不先问问我这个川普在想，你要平息俄乌战，你也不先问我发起这个战争人是什么想法，你想就要就想说停就停我现在呢就把那个俄乌战争的火给你烧大，烧得到你不可收拾，对不对？所以他这个作为呢，拜登这个作为俄罗斯的媒体怎么骂他，你知道？讲的也真的是骂得蛮凶。他说拜登你都80多岁了，82，你能在这个世界上待多久？你为什么在你走之前，你要为我们这个还要在世上还要待的人引起一场世界这个毁灭性的一场核子战争呢？这是俄罗斯人骂拜登骂的那美国国内媒体也在骂拜登，为什么？美国说你现在你是看守性质的，对不对？美国的选民在11月5号投下的那个选票，就是证明美国最新的民意是支持川普对于俄乌战争的看法嘛？川普是说不要打这场战争，那个11月10号说最新美国的民意展现就这样。你现在拜登不但选举败了，而且你马上要下台了，你有权这样做吗？你不，第一个违反民主规则，第二个你也违反法律你是看守的性质，你怎么可以去做这个升高的你维持现状没有人讲你，你往下降的话，你福音名誉，你把它升高，你这是什么意思？太恶毒了吧？不过说实话，在欧美这种政客很多，你要读一点帝国主义的在全世界这种杀人放火这种搞代理战争这些恶劣的事情的话，我告诉你，现在最危险的就是拜登。他在他卸任前，他要做很多坏事。这只是刚刚开始的，还有嘞，对不对？对台湾他也会做很多事情，对俄乌战争也做很多。他现在是全世界最危险的人物，他已经用他的做法，已经展现出他的恶毒跟他的阴狠。好，你要立将军。
这个我们看这个战争昨天好像突然举日升高哈，一下子又是美国的开放了中程战术导弹去打这个布良斯克那个弹药库，一下子紧接着马上就是这个英国开放暴风翼鹰导弹打到库斯克这个地方，然后明天会不会紧接着德国的金牛座导弹也开放来打？但这些动作都代表一件事情，就是打猫吓贼吓唬人的。对，为什么我讲说打猫吓贼呢？就吓唬普丁嘛。怎么讲呢？第一个，我们看这个，后来我们一看也觉得说很紧张哈，会不会说是美国开这个绿灯以后，然后这个战局马上就升级，然后俄乌战况马上逆转胜。第一个，这个美国开放打这个中程战术导弹，后来我们去看他打了什么地方？他打了布良斯克大概100公里，距离边界也不会就是100公里那么远的一个弹药库。这个弹药库后来我去查了一下，10月份的时候他已经被无人机攻击过了，也就是说他那个弹药库其实用无人机就可以攻击，你为什么要用这中程战术导弹去打？就做样子的嘛。第二个，我们看到英国昨天打这个暴风翼鹰导弹打哪里？库斯克本来就是已经是交战区了嘛，他没有袭击，你有本事。它这个射程更远，可以打到500公里。你有本事就直接打莫斯科，对不对？那就可以打到莫斯科。中程战术导弹300公里还打不到，但是这个暴风翼鹰导弹是可以打到莫斯科，没错。就算你不打莫斯科，你有本事你就打库斯克核电站给我们看，那才真正达到战略上的威慑的能力效果。但是事实上，你打那个地方，那代表什么？你只是在解围而已。第三个，我们看到美国开放了这个地雷。更凸显出来，乌军现在状况非常的不利。为什么要开放地雷？地雷是纯粹是防御性的武器，它就是红军村快要被围了嘛，快要被溃败了。在这种状况下，为了能够再挡一阵子，只好用布雷的这种手段来拖延他的战术，能够拖慢一点。但是我反而注意到这个波罗的海2条光纤缆路，我看这个新闻说是中国货轮做的哈。如果真是中国货轮做的，我们台湾反而要小心一点。为什么？因为我特别要讲海底电缆的这种频宽的速度是低空轨道的5000倍，也就是说，如果说是现在全世界大概99%的网络传输都是靠海底电缆来做传输，那如果海底电缆被切断来讲的话，你大概所有金融啊、科技啦或者传输啦、什么军事啦，几乎全部中断。那我们台湾来讲的话，只有4个上岸地点嘛，头城、淡水、八里还有枋寮。那如果说是这个大陆来讲，一个渔船就有能力把这个在这个海底电缆将它切断来讲的话，那我们台湾真的是要提心吊胆了。万一海底电缆被切断，那不只是这个那可能效果比封锁这个天然气进口还要严重。好，请教杨老师。拜登任命的国安顾问那位就是Mike Waltz， 他的接受媒体访问说，拜登的这个决策没有跟他先报告，也没有跟他事后做说明。所以拜登做这个决定，让乌克兰使用长程武器攻打俄罗斯，是他自己做的。对这个已经选上美国总统而且任命的国安团队出来的川普政府完全跳过，不尊重。所以可以确定这个基本上就是对着川普来的。那拜登第一个我觉得他在制造混乱，因为你要结束战争，对不对？那现在乌克兰在地面上这个不利，所以呢，我就让他用武器去打俄罗斯，那不要去打莫斯科，不要去打有人的地方。但是呢，把这个战争维持的混乱维持在那边，并不会像是你2个月之后一上来你就可以1天之内解决的。你想得太美了。第二个，拜登也在赌，他赌普丁不敢真的用战术核武。那如果他赌普丁不敢用战术核武，你为什么把你美国在基辅的大使馆给关闭掉呢？搞得希腊、西班牙这些国家跟你的关闭，现在整个基辅的人民非常恐慌。然后呢，真的不会用吗？因为我们看到他现在第一波用了美国、英国的这个长程武器，泽连斯基会不会打第2波、第3波？如果打下去，俄罗斯会不会怎么回击呢？这个真的就会造成俄乌战争不会这么快的这个停火。那当然，拜登也在做一个怎么样的想象？他会是一个对抗侵略的总统，而川普来了是容忍侵略，让这个战争很快的结束。那结束一定就是把已经俄罗斯占领的领土就维持一定的非军事化，甚至让俄罗斯持续占领。所以他去博这个名声，
我觉得拜登是一个非常自私、不负责任的伪君子，真的是一个伪君子。哦，那他昨天82岁，没想到其实他应该选总统的，能够有这样子的想法的人，怎么会去让贺锦丽选总统呢？对不对？那泽伦斯基刚好也配合了他，他也在赌普丁不会去敢用战术核武，因为你一旦用战术核武，你就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从此这个核子武器又再被使用，那真的很危险。然后呢，泽伦斯基当然也在把这个当做一个筹码，他在等川普上来之后，你要停火，他会说我们现在有斩尽了，拜登让我使用这些武器啊，我们还有几十枚啊，虽然一枚100万。那泽伦斯基呢，他也在拖延这个战争，为什么要拖延？因为对他的权力巩固有帮助嘛。战争一下结束，泽伦斯基不是马上下台吗？所以我是觉得这些政治人物啊，发动战争、拖延战争，然后呢扩大战争，都是为了自己。台海的情势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看到这个第3季日本跟中国大陆呢都在大卖美国的国债分别创下了第1大以及第2大的纪录。截至9月30号的这3个月，也就是第3季 Q3 看起来日本的投资者卖出了619亿的美元美债，那中国大陆呢则是卖出了513亿，创下第2高的纪录。等于说，光是中日加起来就卖出了1132亿美元那是不是对于美国的这个未来，也就是选后的信心经济的这个信心是不足的？那看起来现在美国呢，是不是也要面临到说跟中国大陆的一个贸易战？看到珠海航展这次有展出白帝这个空天战机它不仅可以在大气层里面，还可以进入到外太空执行相关的飞行和作战任务白帝空天战机它是南天门计划衍生出来的全球性综合战略防卫体系，那包含了大型战略的空天载机平台鸾鸟，还有这个空天战机玄女以及白帝还有寒光等通用垂直起降平台战术机器人成影那这其实是预计在2043年启动的南天门计划也是为美国所设下来的。那这个南天门计划呢，也是等于说正式邀请这个报道里面这样讲，正式邀请美国也走上军备竞赛的道路那说这个计划是为了要拉爆美国的国债要让这个美元的崩溃步步逼近。那现在目前川普提名了叫做卢特尼克这一位呢鹰派人士对中鹰派的人士来掌管美国的商务部。那他主要主张的就是说，对于中国大陆的进口商品苛征60%的关税政策，也就是说未来可能对于中国大陆的出口管制将会更加的严苛。看起来鹰派纷纷站上来这场贸易战不可避免的可能这个等整个层级上面可能跟川普的第1任相比，应该会再更加的严峻一些。那这位雷蒙多倒是在这个时间讲了一番话，让大家想说，雷蒙多变了吗？他突然开始讲说他紧张了，他说美国如果继续固步自封如果还是自以为是，就赢不了。美国得要像中国一样，每天保持警醒跟中国相关的未尽事业是永远没有终点的。所以他很紧张是不是中国大陆的这个进步速度，他是举国之力所有人通通都在往前冲，往前在进步。可是美国还是用他那个悠悠哉哉的步调，这样子怎么跟中国大陆竞争呢？已经越来越多领域已经被中国大陆给超车了。那再来，我们看到 Google 的前 CEO。谈到中国，他改口了。以前呢，他是讲说在 AI 领域呢，这个美国是领先于这个中国大陆的，但是他现在改了，他说美国落后中国大陆。他之前可不是这样讲他说美国可以透过切断先进的晶片供应来阻碍中国大陆 AI 的发展，但是现在中国大陆已经通过打
打造自己的晶片，赶上美国的硬体发展了。美国的企业甚至在哀叹呢、中国是无法取代，我们现在只能付钱因为他们现在感觉到了，现在川普这个关税恐怕真正惩罚到的是他们自己，因为中国的市场是没有办法被取代了，他们无处可逃啊，这是美国企业的一些哀嚎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现在华为即将在下周2要来发行的 Mate 70 Pro 现在看起来有越来越多的消息出现了，不光是 Mate 70还有它的这个双折机，就是 X6 呢，也是要在下星期2来推出。现在目前预约人数又在往上升了，已经到了274.4万人。那他们其实呢，这一次也有一些相关的影片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华为终端也发布了一些黑科技的影片影片当中出现的像是高温寒冰摩擦撞击旋重这些镜头所以展现出来他们的一个黑科技的实力就是说现在他们这个进展有多快，甚至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叫做红枫原色影像那就是你接下来如果是使用它新一代的纯血鸿蒙这个 Mate 70系列的话，就可以看到这样非常颜色鲜明的红枫原色影像系统。还不光如此不光是我们刚刚讲到2只手机，他们这一回还要推出平板，也就是说它这次等于是纯血鸿蒙的生态系整个推出来。我甚至还有看到他们有一张这个形象照就是说整个未来的家庭系统里面，你可以全部使用这个纯血鸿蒙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来打造你的这个生态系那对比一下，这个 iPhone 现在在大陆这边双11的销量减少非常多，减少了1成，倒是华为还逆势增加了7%那我们先来问一下季老师怎么看？其实这个最近就是说大陆跟这个日本都3个月卖了很多的日币它原因是不同的。因为日本为什么卖这么多？卖了很多美元那原因不同。日本卖美元原因是要救日元因为日元已经跌得不成样子了所以日元再跌破160的话，真的日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经济根本都还动摇了。所以为了护盘日元，那这日本这个过去3个月卖掉了这个差不多619亿美元美债，因为他要把美元卖掉来买日元，才能把日元的这个汇率拉起来嘛，这是一个原因。那中国大陆卖的话，其实卖513亿也不是太多中国大陆曾经拿了上1兆美元的这个美元债，那不过它不断的在减持。我想这个减持的原因最主要就是真的不要再对美元这个霸权再替它怎么样，替它撑腰了，慢慢把它这个持有率把它减少。因为美元这个今天的霸权就是大家都手上都希望持有大批美元嘛，对，所以美元有市场上的需求，所以中国大陆这个做法就是降低美元在市场上的需求，那慢慢的把美元的角色对它的依赖性把它减低，所以这个都是有目的的，可是呢对美元都是有伤害的，对美国人都有伤害的。那就是说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美国现在这个商务部长虽然他是极为反中的他也是一个激烈派，那么他是非常支持川普的所谓的这个关税战。那事实上就是说，在目前为止当然美国商务部长的话，他权力很大，那他包括美国这个补贴各个厂商、各个产业，比如说这个晶片法案搞了600亿美金去补贴那些已经非常有钱的美国的电子公司这都是商务部长的管的，他可以怎么样刺激美国的商业？那另外一方面，他在这个美国的关税的这个制定上，他有一定的权限。不过美国还有一个重要的官员叫贸易代表，贸易代表事实上权限也很大，所以这些都是基本上都是鹰派中的鹰派。所以呢，就是说美国这一次要打一场所谓的贸易战争目标不是只有大陆。目标还包括欧盟，对，因为美国讲说所有东西我就给你增加10%的关税，10到20岁，这没有说针对哪一国，这都是各国全部一体的，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一个狠角色不过就是说，到底可不可行，这个是我们现在在观察的，因为美国如果用关税使用太多或者程度太深的话，一定会造成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
物价上涨，那这个东西就看美国他自己能够自己承受到什么到一个程度。那你如果说推到100%、60%的话，那美国付出的代价不会比被他制裁的国家小。对，好，来问一下杨老师。从中国大陆的角度看，现在川普的内阁它会是一个鹰派内阁、反中内阁；从欧盟国家的角度看，川普的内阁它会是一个保护主义的内阁，它会是一个引起关税战的内阁。但是呢，我们也都了解，其实他就是川普内阁，甚至他就是一人内阁，那个人就是川普。所以《纽约时报》这2天在分析，他觉得看起来似乎他针对中国的政策，在军事、在贸易、在经济，大概都会更加的在1.0的时候加倍的严厉。可是他说，其实最后还是取决川普他自己，也许他不想这么玩。所以现在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很不确认。那现在我觉得关键是，你现在去做进一步的中美之间半导体、AI， 甚至所有经济的这个脱钩锻炼那到后来，那已经打了7年，再打下去，到后来会不会把中国的经济打垮、打趴？还是倒过来，其实中国大陆反而把它的供应链延长，包含到东南亚，包含到全球。然后市场开放，最后它是受利的，它的科技能够像华为这样子做突破。我讲到现在，你大概已经知道可能的答案。那这2天就是阿里巴巴集团的主席叫蔡崇信，我们台湾人，那这个他更有名的是，他拥有那个篮网队的那个 NBA 球队，他就说，他觉得接下来这4、5年期间呢，就川普期间，你要去期待。什么中美的半导体的切割会缓和下来？他说那个可能太乐观了。但是呢，他觉得的确产品组装的部分呢，可能会被迫移到别的国家，就像过去一样，中国+1其实已经都这么做了，到越南、到墨西哥，现在更往马来西亚、印尼所有的其他的这些东南亚，甚至印度去移，会对中国的出口会产生冲击。可是呢，它那个上游的供应链还在中国，因为中国大陆的劳动力还是很庞大然后呢，它的成本、它的群聚的效应，其实还是相较于在别的国家弹性高、成本低，对不对？所以呢，也就是它不是只有对美国出口，它对全球全球现在140多个国家是中国大陆的第1大贸易伙伴了。所以美国现在虽然是它的第1大贸易国，不过呢，贸易量在减少当中，所以我是觉得蔡崇信讲的没有错。到后来其实整个供应链这样一个循环的情况之下，你反而让中国大陆的这个等于是工业的发展更加的深化。那这样子倒过来对美国呢，那同时当然也把 AI 的成本整个往上升，对，到全球的 AI 的这种负担都会增加的。好，请教将军。我觉得这个南天门计划确实是很科幻原来大家都以为只是一个科幻的说法，结果没想到在这次珠海航空展之中，它展出一架实体的概念机，就是白帝那架战机。那南天门计划是怎么一个概念呢？它等于说是把一艘航空母舰开到太空中的这种概念在太空中它叫这个航空母舰。那这艘军舰叫什么？这艘战舰在太空中它叫鸾鸟上面停了很多的战机。那现在来讲，航空母舰上面战机，我们都知道，在美军来讲的话是 F-18或者是 F-35，那解放军来讲它是歼15T 或歼13-15。那在这艘鸾鸟上面停的战机，它叫白帝或者玄女这种战机。那它如果从太空之中往地上攻击来讲的话，那种速度可以到16马赫这种速度那是超高音速。那照这种速度来讲的话，我想说是在太空之中，这种温度可能都高达2-3千度C你这个不管是气动力学，你都要做得够。但原来只是一个科幻计划，有人说是打外星人的，结果没想到这次它居然就实体机展出来给你看。但是大家要注意到，美国看了会不会紧张？他当然会紧张，因为就是做给你美国看的。
美国真的会护台湾吗？我来看一下这个消息哦。美国的国会兵推哦，如果中国大陆跟台湾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武力冲突的话，那学者预估呢，美军驰援台湾呢，至少呢，台湾自己要自求多福，自己撑1到2个月的时间呢，至少1个月起跳啦，那甚至是2个月哦，要靠自己原本的兵力来作战，因为美国无法送任何的军援送入台湾哦。那这个是美国联邦众议院的中国特别委员会跟 CSIS 举行的兵推，那他们就讲说，这个兵推结果是这样子，所以不知道这个我们台湾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1、2个月，我们可能如果被围起来哦，光是天然气可能都已经撑不过2个礼拜，1、2个月。大家心里有个底哦。那再来看一下这个美国说是挺台湾的哟。这个拜登在2个月之后就要卸任嘛。那根据政府采购网在20号发布的最新绝标资讯显示呢，我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已经跟 AIT 完成了3笔采购签约，那金额总共是109亿元，也就是呢，以白话文来讲，就是拜登下台之前呢，还要再卖一下军火，再赚一笔生意吗？那还有这个解放军，他们现在编队防港哦，2栖攻击舰海南舰被誉为是攻台的利器哦，这是中国大陆自主研发的首艘2栖攻击舰海南舰，那它采用的是直通甲板哦，可以令7架舰载直升机同时出动，还可以搭载装甲车、多型坦克、气垫艇这些2栖作战的装备哦，那具备立体登陆作战的能力，在2021年的时候就列入到了南海训练，被誉为是攻台，就是登陆的这个作用啦，攻台利器。那长沙舰作为解放军海军的第2艘052D 的导弹驱逐舰，至今已经服役将近10年哦。那可以独立或是协同海军的其他兵力来攻击水面舰艇啊、潜艇啊，也被誉为是带刀侍卫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攻台利器，看起来对比一下。这个我们能够撑得住2个月的时间吗？甚至是1个月的时间哦。那再来。中国大陆现在好像跟美国哦，就是因为呢，对于美国之前军售给台湾的事情哦，其实有点介意，所以其实本来奥斯汀是想要跟这个大陆的防长董军哦来做一个会晤的，可是中方因为不满对台军售，所以拒绝了。那 CNN 的报道，他说美国曾经提出在这个会议期间来安排国防部长奥斯汀跟董军的会谈，但是中方拒绝，就是因为这个对台军售嘛，那这违反你这个一个中国的政策，所以因此这个大陆国防部是强烈谴责这个拜登在10月份批准这2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那另外呢，中国大陆的官媒，也就是这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看台海的官方微信哦，他们在20号的时候发表评论文章，就指出过去4年呢，其实中美的关系总体实现了稳定，那未来也要延续站稳的势头，恪守台湾问题的红线，这是重中之重啊。那从巴厘岛到旧金山到利马，其实中美元首的3次会晤哦，对于台湾问题的阐述是一次比一次的清晰透彻，也就是这就是那个原则。台湾的问题哦，永远是中美问题的第一颗纽扣，只是美国你一直在装傻，或者是顾左右而言他。中国大陆就是要把这个话题拉到最前面，你先把这个事情给我谈清楚，这个立场给我立正了，那你不要再去扯东扯西，或者是在搞军售哦，就要挑着好像民进党政府要做一些这种分裂的行为哦。那再来看到了川普现在上台之前，现在是不是也有所动作哦？那这个美国的航母乔治亚华盛顿号呢，也要部署在日本的横须贺，他们这一艘这个核动力的航母呢，在22号已经抵达了这一个横须贺的基地。那日本的外务省形容呢，部署对于维护日本的安全还有区域和平的安全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他们就说，是基于安全理由，所以现在这个乔治华盛顿号现在部署在这儿。那另外呢，韩国的第4代的战机之王 F-15K 也要升级哦。那他们说这次美国是62亿美元付零附件的这些雷达哦，这样的一个新的系统是第4代的战机之王，然后它有一个主动电子扫描阵列的雷达，所以它有更强的侦搜还有作战能力。那你看日本、韩国这样子接二连三有这样的布局之外呢，
菲律宾同样也有哦，小马可仕跟川普也通话了，要计划尽快碰面。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第一岛链哦，也因着这个美国现在新任的总统即将要上任，川普的上任是不是也要更拉紧神经，让这个第一岛链的一些盟友们赶快要做好相关的军事准备呢？我们先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当然了，美国对于两岸这个进行军事冲突的时候，它有各种的这种想定跟这种它假设的状况。他这次讲说，我们至少要这个1个月或者2个月靠自己的力量，就是说先行这个抵抗大陆的这个解放军。那这跟我以前听的时候已经延长了一点。以前美国人跟我们讲的时候是2个礼拜。他说我们这边准备要花一点时间这个总统要派兵的话，要很多政治工作，你们自己要撑2个礼拜。怎么变成2个月了？现在越来越长了。随着时代的进步，美国来的越来越慢了。这个意思就是告诉这个什么？我们现在国防部长叫什么名字啊？顾立雄顾立雄告诉顾立雄说，你自己想办法撑1个礼拜到1个月到2个月。那这个东西就随美国人怎么说啦，他也可以让你撑2个礼拜或者撑1个礼拜，他就可以来了。对，他现在意思就是说，你准备撑1个月、2个月，那背后的意思就是说，你多买点武器你们自己混得那么凶不要到时候靠我，你们自己要靠你自己1到2个月。那这东西要增加多少武器？对，而且是撑在台湾岛上撑所以呢，这个是给这个顾立雄一个警告。顾立雄，你自己不要这边混了，你自己负责这个权利，你自己准备撑1个月，所以不要想靠我。这是行销话术因为你自己要撑久一点，所以多买点武器。美国玩台湾牌就是从来都是这样玩的嘛，对不对？所以呢，基本上呢，拜登现在要下台了，对不对？他当时在选举，他得到这个位置，做了很多承诺说我要给你这个军工复合体多少钱，我要给你多少钱那现在呢，他反正要下台了，他这些账要赶快还，所以他在清账所以又一下又想出来，台湾要3笔军购要买什么109亿。一方面说美其名是增强台湾防卫力量，另一方面也是他承诺出去的，对不对？那些军工复合体，不管哪一个公司又捐款他钱，你要这个账赶快清美国这个政治跟做生意一样。不要，我们不知道，他事实上就跟做生意一样，所以他快下来，他赶快，他还有600亿当时的什么晶片法案，要答应给补助别人的钱，他现在都要出。然后呢，还有呢，最近也给了那个这个乌克兰2.7亿美金，这也不是要帮乌克兰，是因为他已经答应了这些军火商，因为这个钱不是给乌克兰，是直接交给美国的军火商。所以这个政治真的是蛮肮脏的，美国这个政治。那别人我们都是怎么样？都是他棋子，被他们用冒名顶替来帮我们用我们的名字，其实他们在那边分钱。事实上就这样。那这边讲到的这个海南舰其实海南舰就是中国大陆在它这个海军里面叫075的2栖登陆舰，它目前有4艘。海南舰只是其中之一。那这个4艘呢，就是说这个它一手叫海南舰，还有广西舰，还有安徽舰，完全一样的。另外还有一艘现在还在试航，不晓得确定是叫江西号还是湖北号。那也就是说已经3艘在服役，1艘正在试航当中，所以还有4艘。那这个海南舰呢，这个075呢，它的吨位数非常大，我们讲的055大驱1万吨左右，这个船36000吨，然后上面有2艘什么东西，2艘大型的气垫登陆船，然后它这个除了船上的这个水手之外，它可以加载1000名海军陆战队，所以它就是为了登陆战，然后有30多艘的30多艘的直升机。那它目前呢，除了直升机外，它也放了很多的这些无人机，它基本上就是攻击性的武器。然后呢，它这个大型气垫船还可以装什么？水陆两栖的装甲车。这076有4艘，我跟你讲，他们现在还在做什么？
还在做，这是075，还有更进步的076已经在做了。然后除了这个075、076之外，大陆从这个2010年来就陆续下水另一型的叫071，也是2栖登陆舰，比较小一点，25000吨，已经有8艘在服役了。所以呢，不是只有一个海南号专针对台湾啊，071、075啊、076线数目不详，加起来一共多少？一共有12架，12艘。你就看中国大陆是，你说他是只嘴巴在说呢，还是实际在做？这都是他的登陆利器。12艘来登陆，难怪美国要很久都不来啊。来问一下杨老师。川普上任1月20号，现在还有刚好60天，这很特殊啊！他已经是总统当选人了，他的国安团队都已经任命了，但似乎现在看起来，应该是作为一个看守政府的拜登，却还不断的出招。那不要说这乌克兰，我们等一下也许会讨论的。现在在印太地区，他还是在不断的出招，对台军售的增加，然后呢，在印太地区军事对日对韩，以及相关的这些军事的部署。那是为什么这些国家也都很配合？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2个月之后，川普上来之后我们知道川普个人很重军事，但是他讲要这些盟邦国家分担军费，然后呢，他提的内阁是很鹰派反中的，所以有一点复杂，很高的不确定。那因此，他们现在跟美国的合作，就希望能够把它当做一种就是筹码。我在印太战略上，我们在针对你的主要的敌人中国大陆的这些防范上，我们很积极努力哦。那这个是不是要继续？那你要我们分担的话，我们相关的自己其他整个的作为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他们已经在思考，看到2个月之后川普上来这种不确定性。那讲到台湾呢，国会的这个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这个是在美国众议院，以前是盖拉格现在是另外一位，是非常反中的。那把台湾很明显当做一个棋子，要代理战的这个场域在操作。CSIS 是跟美国的国会跟美国国防部是非常密切的这个安全战略方面的这个智库。他们如果做出来的兵推是说台湾至少要撑1个月。各位，你知道我们台湾从蔡英文到赖清德不说我们要打不对称作战吗？因为我们明年的国防预算换成美金是200亿美金，而中国大陆解放军是我们的16.5倍，3300亿美金。那你看到前面刚才讲的这些海南舰、长沙舰，对不对？就知道不可能是对比。所以呢，我们就发展不对称，黑熊、青鸟。各位，不对称作战的重点在哪里？重点在后面那2个字啊，它是个作战。那解放军给你打不对称吗？解放军跟你去玩这种不对称的作战吗？他们以前叫无限战。如果说他具有了这么强力的优势，要跟你采取军事行动的话，他跟你去打不对称吗？你能够撑1个月？各位，你知道我们现在天然气大概是1年要来350艘天然气 LNG 船，那最多呢，它的那个储存量可以11天。你只要有一个类封锁，你大概很快的你就面临到民生用电、工业用电的这个停止。你能够撑1个月，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大家现在等待川普上来，那个中美的防长的会议在老挝的这个就是会议没有办法举行，就针对军费的这个对台军售的问题我觉得在川普上来之后，这个会继续恶化，因为川普一定会加强对台军售。好，将军。毛泽东说过，战略上面我们要藐视敌人，但是战术上面我们要尊重敌人。我们台湾确实在战略上面藐视敌人，利用这些对民众的洗脑，还有利用青鸟这些绿营侧翼的媒体，然后洗脑洗到什么程度呢？
我讲昨天，比如说是我们昨天有个新闻，说是在政大要实施后备旅的教育召集，然后大概包括教育部啊，包括一片哗然，大家反对。我跟你讲，为什么要在政大实施教育召集？你知道，因为政大仗就要在那里打。为什么要在政大打这个城镇战呢？各位看一下政大上面叫什么？叫汐止。汐止总共有这个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5号的交汇点，还有省公路、省铁路都在那边交汇点。然后另外汐止木栅那个地方，新店过来的，从宜兰过来也要的入口在那个地方。哎呦，所以这个是这个必守之地嘛。这个政大等于就是我们台北市的红军村，就战略地形要点你必须要守。那如果说是我们在我讲的是事实啊。你看进入台北市，进入台北市有2条路线，一条从淡水，我们都知道从淡水那边河防很重要，另外一个就是从基隆过来。所以基隆地形为什么要7堵、5堵、8堵，就是在那边一路堵。就是在那边沿路在那边堵，利用那地形堵住敌人，然后在淡水这边决战。其实这个在这个对台湾这个对法国那次的战争里面，已经就是这样子打法了。所以这是我们当军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嘛。但是我们看看我们台湾是怎么样，有没有人大力的支持说后备军人在这边叫招，我们全体动员去给他们加油打气，去散石湖江，去鼓舞士气？没有，而是大家都在那边，包括教育部长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啊，我怎么样啊？这地方国防部会选那个地方，一定是有他的这种考量跟道理。所以战略上面我们确实做到藐视敌人，根本不在意大家反对。那战术上面我们有没有尊重敌人？我们讲这075，我跟各位讲啊，075我们守不到1个月，我把数据跟大家讲。这战术上面就是很简单的数据，075它有4艘，072有3艘，071有10艘，还有18艘气垫船，另外还有1000吨级的，就马德雷3号那种船有45艘，一次正规登陆的兵力有21700人。然后另外来讲的话，还有空降哦，空降它在南部地区，这个华南地区总共飞机有275架，我们以80%的妥善率，你不能每一架都一定可以运送嘛，一次空降作战9个步兵营，那你想想看，这些兵力我们到台北市，我们打得了打不了，这个撑不了1个月。另外再讲一个地方，大家如果说有机会到台北市擎天岗、阳明山去玩，我守过那边，你看擎天岗，你仔细去看，上面全部都是反空降堡。你如果去看有一个这个凉亭，下面写个长城2个字，那以前我的部队就是长城部队，下面就是机枪射口。所以擎天岗你看这么漂亮一片草原，就是最适合空降。如果那边一旦空降下来以后，台北市还守得住守不住。所以我们台湾光在那边打嘴炮，但你现在有没有兵去那里守？你那么重要一个空降场所，你都没有兵在守。当敌人以前我们确实是守在那个地方，那个碉堡我都去过，都守在那个地方。现在来讲的话，你如果那边被人家空降下来，台北市，所以看哪里打哪里。那我们台湾，我要试问一下，我们这个有没有做到战术上面有没有尊重敌人？这个有没有能力守1个月？我刚刚讲这些数据，大家去看看，应该就可以判断得出来了。